塔米亚是一位年轻母亲，她过去的经历充满了坎坷，但好在历经各种磨难后，她终于过上了想要的生活。然而幸福的生活仅仅持续了6年，意外就降临在了她的身上。一天的深夜，她被闯入家中的歹徒剥夺了年轻的生命。案发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他们发现了关键的证据，并且很快锁定了凶手。当警方认为真相即将水落石出的时候，案件却出现了反转，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和难以形容的扭曲生活被无情揭露，幕后的黑手也因此付出了应有代价。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纽约州彭菲尔德，这里位于纽约州西北部，距离罗切斯特大约11公里，与安大略湖相邻，人口约为39000人，是门罗县下属的一个小城镇。主人公塔米亚·布莱恩特出生于1976年10月8日，案发时26岁。塔米亚是一个性格开朗的女孩，原本她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但后来因为父母的感情破裂，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塔米亚的父母在分开后，很快各自组建了新的家庭。负责抚养她的母亲又生下了2个儿子。由于无法同时照顾3个孩子，塔米亚就被母亲送到了位于格林伍德的祖父母家生活。一开始，塔米亚还以为这只是母亲的短暂安排，但不成想母亲根本没有再接她回家的打算。年幼的塔米亚就这样被一直留在了祖父母家。塔米亚的祖父是一名牧师，受到祖父的影响，塔米亚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信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就成了他建立安全感的主要来源。大约在塔米亚11、12岁的时候，他认识了一名叫凯文的男子。凯文比塔米亚大20多岁，两人在一次教堂活动中偶然相遇。或许是塔米亚从小缺少父亲陪伴的原因，他对比自己年长的凯文产生了特殊情感。塔米亚很喜欢和凯文聊天，也愿意分享一些自己的小秘密，于是两人很快成为了忘年交的好朋友。这段友谊一直维持到凯文搬家，才慢慢减少了联系。高中毕业后，塔米亚嫁给了高中同学，但是这段婚姻没有持续太久，仅仅1年后就出现了问题。塔米亚和丈夫产生了很大矛盾，以至于在离婚时闹得非常不愉快。当塔米亚准备找律师帮忙解决离婚官司的时候，她得知儿时的朋友凯文已经成了知名的离婚律师，于是塔米亚就找到了凯文帮忙。在凯文的帮助下，塔米亚在离婚官司中获得了有利结果，顺利结束了这段婚姻关系。通过这件事情，塔米亚和凯文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朋友重新建立了联系，关系也比以前变得更加亲密了。凯文对塔米亚非常照顾，他知道刚刚离婚的塔米亚没有住所和工作，于是又帮塔米亚解决了这2个问题。凯文给了塔米亚一份律师事务所的工作，并且邀请塔米亚搬进了自己位于彭菲尔德的大房子。当时都是单身的两人，每天都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渐渐的，他们的关系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在一起生活了几个月后，凯文向塔米亚发起了求婚。塔米亚对凯文也早有好感，于是很快答应了。1997年12月26日，两人顺利完婚。结婚后，塔米亚成为了全职主妇。4年的时间，她生下了2个可爱的儿子。然而让塔米亚没有想到的是，仅仅过了6年后，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瞬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凶残的歹徒残忍结束了他的生命。2003年7月14日凌晨，门罗县警局接到了凯文的报警电话，他报告称妻子塔米亚在家遭遇了枪击。911, what's your emergency? Wife has been shot. Wife has been screaming. There's blood all over the place. Is she conscious right now, sir? No, she's not. Is she breathing? No. Stay on the line until emergency personnel arrive. 接到报警后，警方和医护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经检查确认，这位年轻的母亲已经没有生命体征。她躺在客厅搭建的临时床上，身上有很多利器刺伤留下的伤口，胸口还有2处明显的枪伤。飞溅到墙上和房顶上的血迹表明，凶手在刺向塔米亚的时候使用了很大力气。案发现场没有非法侵入和丢失贵重物品的迹象，因此可以排除图财害命的作案动机。继续检查后，警方在床垫附近找到了2枚.22口径的子弹头，
又在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一串血迹。警方顺着血迹的方向来到了门外的一个垃圾桶，他们在里面找到了凶手遗留的一副一次性手套。结合这些发现，警方有了初步判断，他们认为凶手大概率和塔米亚认识，并且可能存在很大仇恨，犯罪动机不是其他原因，极有可能是出于泄愤的目的。作为塔米亚的丈夫，也是案发现场唯一的成年人，凯文首先接受了警方的询问。凯文告诉警方，案发那晚他一直在律师事务所忙工作，晚上9点左右到家后，妻子塔米亚已经在楼下的沙发上睡着了。凯文坦言，他和塔米亚的夫妻关系已经走向了濒临破碎的地步，分床睡已经习以为常，所以他没有叫醒塔米亚。洗漱完毕以后，就回到楼上的卧室休息了。不知道过了多久，他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可是当他拿起电话询问来电者身份时，对方没有说话，不一会儿就挂断了。一开始他还以为这可能是骚扰电话，因为从前3周开始，他基本每晚都会接到这类电话。但是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通电话结束后没多久，他就听到了楼下传来的枪声和惨叫声。当时他非常担心塔米亚的安危，于是就从橱子里找出武器，马上冲了下去。然而当他找到武器来到楼下后，凶手早就不见了踪影。客厅里只有满身是血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的塔米亚。他检查了塔米亚，发现已经没有了心跳，于是马上拨打了求助电话。凯文的说法很快引起了警方的怀疑，考虑到夫妻关系紧张，可能是犯罪动机，于是他们提出了采集 DNA 和检查身体的要求。没想到的是，凯文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他交出了自己的 DNA， 并且脱掉了衣服。警方检查了凯文的身体，没有发现任何异样。接着他们又询问了凯文是否有怀疑对象。凯文告诉警方，他认为妻子的前情人基斯非常可疑。实际上塔米亚在婚内有过出轨行为，这也是导致两人夫妻关系紧张的主要原因。由于他平时工作非常忙碌，所以很少有时间顾及家庭。塔米亚也就是在这期间和基斯发生了不正当关系。当他无意间得知此事后，感到非常生气，他甚至起草好了离婚协议，打算和塔米亚离婚。不过塔米亚不想离婚，并且一再保证要和基斯断掉关系，重新回到家庭。于是他就看在孩子的份上，决定再给塔米亚最后一次机会。大约在3周前，塔米亚和基斯彻底切断了联系，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他基本每晚都会接到骚扰电话。凯文认为打骚扰电话和杀害塔米亚的很有可能是同一人，这个人就是塔米亚的前情人基斯。听完凯文的说法后，警方也认为这位被抛弃的前情人具有作案动机，于是他们马上对基斯进行了审问。基斯在得知塔米亚遇害后表现得非常震惊，他非常坦率地告诉警方，自己确实和塔米亚有过地下情，两人也确实在明面上已经分手，但实际上他们还在背地里一直保持着密切来往，甚至案发当天他们还发生过关系，所以他没有任何理由，也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塔米亚的事情。基斯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可靠，表情和神态看起来也不像撒谎的样子。于是在采集完 DNA 后，警方就让他离开了。后续警方对基斯和凯文的 DNA 分别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两人与一次性手套上的 DNA 完全不一致。基于检测结果，凯文和基斯被排除了作案嫌疑。尽管警方排除了2名最大的嫌疑人，但是他们始终相信这起案件不可能是随机作案，凶手肯定是塔米亚熟悉的人。因此警方又深入调查了塔米亚的人际关系。通过走访家人和朋友，警方了解到了一件凯文之前忽略的事情。大约在案发半年前，塔米亚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中，最小的一个发生意外去世了。这件事情对稍大的弟弟希利尔造成了很大打击。尽管塔米亚平时和这2个弟弟没有什么来往，但是作为姐姐的她还是给弟弟希利尔打了慰问电话。两人在电话里聊了很久，期间希利尔表达了在家过得很压抑，想搬出去散散心的想法。塔米亚听到后想都没想，马上提出了来他们家住的邀请。于是希利尔很快就搬进了塔米亚和凯文的住所。塔米亚和凯文对这个陌生的弟弟非常照顾，他们给希利尔购买了全新的生活用品，还把他安排进了律师事务所工作。希利尔也非常感激姐姐和姐夫，他在工作和生活中表现得很好，3人在一起生活的也很和谐。然而这种平静的生活没过多久，很快就被一名叫卡西迪的女人打破了。
卡西迪是一名毒贩和皮条客，由于他经常需要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于是一来二去就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西利尔成为了朋友。卡西迪接近西利尔其实另有目的，他主要想利用西利尔的关系免费解决一些法律问题。于是为了深度绑定西利尔，卡西迪牺牲了身体，并且还用上了违禁物品。在这两样东西的加持下，西利尔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卡西迪的男朋友。两人确定关系以后，卡西迪也很快搬进了塔米亚和凯文的住所。起初塔米亚并不清楚卡西迪的真实身份，直到他发现了西利尔和卡西迪在家吸食违禁物品后，才知道了这里面的事情。塔米亚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家，况且他们家还有2个年幼的孩子。于是塔米亚就把西利尔和卡西迪赶出了家门。姐弟之间的关系也因为这件事情从亲人变成了仇人。这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极大关注，他们认为西利尔和卡西迪具有作案动机，于是决定立即对两人进行审问。然而当警方按照知情者提供的地址来到西利尔和卡西迪的临时住所后，发现西利尔早就不在了，他们只找到了西利尔的女朋友卡西迪。卡西迪非常不配合地告诉警方，他不清楚塔米亚的事情，也不知道西利尔目前的去向，所以无可奉告。卡西迪这样的表现无疑加深了警方对他的怀疑。为了让卡西迪说实话，警方专门为他定制了一个逮捕计划。前面说过，卡西迪是一名毒贩，于是警方利用了卡西迪的这个身份设下了一个圈套。他们买通了一位瘾君子和卡西迪进行了违禁物品交易。两人在交易的过程中，警方将卡西迪当场抓获。在被逮捕后，警方对卡西迪做了大量思想工作，他们提出了优厚的交换条件。如果卡西迪如实交代罪行，警方可以考虑放弃对他贩卖违禁物品的指控，将来在审判时也会酌情考虑对他从轻处罚。在警方强大的心理攻势和优厚的交换条件下，卡西迪放弃抵抗，交代了部分犯罪经过。根据卡西迪的说法，西利尔被赶出家门后，对塔米亚产生了极大不满，为此卡西迪还遭到了西利尔的毒打。因为违禁物品是卡西迪带来的，所以西利尔把所有怨恨全都发泄在了卡西迪身上。几周过后，西利尔仍然不能消气，于是就决定对塔米亚进行报复。这件事情卡西迪其实不想参与，但是迫于西利尔的威胁，也就只好同意了。案发当晚，他们开车来到了塔米亚的住所，西利尔拿着卡西迪带来的一把.22口径的步枪走进了房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西利尔很快就回到了车上。当时他一言不发，没有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不过通过西利尔遍布全身的血迹，卡西迪也能看出西利尔杀害了塔米亚。作案结束后，他们开车去了2个地方，丢弃了带血的衣服和刀子。作案的枪支没有丢弃，留在了卡西迪汽车的后备箱。根据卡西迪提供的线索，警方找到了丢弃的衣服和那把.22口径的步枪。经过检测，确认步枪的口径与案发现场遗留的弹头一致。丢弃的衣服上有 DNA 和血迹，血迹确认来自塔米亚，而 DNA 也与凶手一致。截止到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确凿证据。通过知情者提供的线索，警方在爱荷华州的某个汽车旅店将嫌疑人西利尔抓获。在证据面前，西利尔没有过多抵抗，很快承认了犯罪。除了之前卡西迪交代的犯罪经过以外，西利尔还向警方讲述了一件令人震惊的事情。原来这一切的背后全都是凯文策划的，西利尔只不过是收了5000美元执行了谋杀。根据西利尔的说法以及一些其他线索，警方梳理出了整个犯罪经过和动机。凯文表面上是一名正直的律师和虔诚的教徒，但实际上他一直过着不为人知的秘密生活。凯文平时最大的爱好是吸食违禁物品和找站街女郎多人运动。一开始凯文只是自己在背地里搞这些事情，但后来感觉自己玩不够过瘾，于是就把妻子塔米亚也拉下了水。塔米亚在凯文的威逼利诱下被迫接受了这种荒唐的生活。从那时开始，凯文经常带站街女郎回家运动，塔米亚有时会一起参加，有时则会跑到外面躲避。这种生活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凯文仍然感觉不够刺激，于是他又说服塔米亚加入了交换派对。凯文非常享受观看塔米亚和其他男人的运动过程。经历了这一系列事情以后，塔米亚的内心发生了彻底改变，她从一开始的抗拒变成了习以为常，甚至最后塔米亚自己也经常到外面寻找其他伴侣。也就是这个原因，塔米亚认识了情人基斯。
塔米亚非常喜欢基斯，很想和他长期保持关系，于是塔米亚就向凯文说了这件事情。一开始塔米亚认为凯文都带他做了这么多类似的事情了，接受基斯加入他们的生活也应该问题不大。但没想到的是，凯文是一个严重双标的人，这件事情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凯文不能接受塔米亚不受控制在外面寻找伴侣的行为，于是决定结束这段关系。塔米亚不是不想离婚，主要是顾虑凯文的律师身份。塔米亚认为他很难在离婚诉讼中获得有利结果，所以才一直极力挽回这段婚姻。但是凯文已经下定了决心，他早早就写好了离婚协议。至于迟迟没有离婚的原因，主要是凯文还没有准备充分。凯文非常清楚，如果能找到塔米亚在婚姻中的严重过失行为，会对自己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有帮助。所以那段时间，凯文一直在想各种办法。一开始，凯文计划把违禁物品偷偷放在塔米亚车上，用来栽赃陷害塔米亚是瘾君子。但后来经过认真考虑后，又放弃了这个想法，因为塔米亚掌握了凯文的很多黑暗秘密。如果真走到这一步，塔米亚肯定会把秘密公开，到时候凯文的事业将会遭到致命打击。所以凯文为了保住事业，又能达成离婚的目的，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塔米亚。凯文不想自己动手，于是就想起了刚刚被赶出家门的希利尔和卡西迪。凯文非常清楚两人从事的勾当，他们会为了钱做任何事情，所以凯文就提出了5000美元，让希利尔和卡西迪帮忙解决掉塔米亚的想法。当时正对塔米亚充满敌意的两人，听到既能拿钱又能解恨的好事后，很快就答应了。案发那晚，希利尔和卡西迪如约来到了凯文的住所。希利尔上前拉了一下前门，发现门被塔米亚锁上了，于是希利尔就给凯文打了一通电话。接到电话后，凯文下楼解锁了房门，然后重新回到卧室假装休息。枪响过后，凯文知道计划已经完成，他特意等了一段时间，确定希利尔和卡西迪安全离开后，才拨打了报警电话。2004年10月1日，塔米亚遇害近1年后，此案进入了审判流程。由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陪审团很快就做出了裁决。凯文和希利尔因犯有1级谋杀罪被判终身监禁。卡西迪虽然在第一次的口供中隐瞒了部分细节，但后来又做了详细的补充，所以他的认罪协议有效，仅被判过失杀人罪。2016年服刑12年后，卡西迪被假释出狱，希利尔目前仍在监狱服刑，而幕后的策划者凯文于2019年因心脏病发作死在了监狱，终年61岁。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